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次的不负责任评测。我们这次说的就是我手上面的这一台佳能 V1。那对这台相机感兴趣的朋友们，相信已经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对不对？1.4英寸，几乎一个 M43 大小的感光元件呢，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些景深。然后呢，还内置 ND 滤镜。那16到50的这个镜头焦段呢，对于大部分 Vlog 的朋友来说，都相当的够用。在 4K 60P 的程度下呢，它也会做一定的裁切，也就等效是24到70毫米的这个焦段。然后这台相机自带呢是打开了光学防抖的，如果各位觉得不够的话呢，也可以去打开它的2级的数码防抖。那当然这数码防抖呢也是非常的不错，也大部分情况之下呢，你走在街上手持的话呢，都能够满足各位一些防抖的一些需要。在自拍情况下，就是这样对着我们自己拍的话呢，它的防抖效果呢的确是不错的。那下一点呢，就是它的 C-Log 3的这个功能。C-Log 3对于拍 Vlog 的相机来说，这个宽容度是相当的够用。在白天啊或者高反差比情况之下呢，它依然能够保持很多高光的讯息跟一些暗部的细节。那这台机器的自带的收音也是相当的不错，在户外的情况之下呢，也能够清晰听到我的讲话的声音。而且它还自带了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毛毛球啊，这个毛毛球呢放到上面去之后呢，如果在一些风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，它都能够有很好的降噪的作用。那另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这个自带的这个风扇了。那这个风扇呢，可以确保这个机器即使在一些比较严苛啊、酷热的环境之下呢，依然能够保持运作，还能够长时间的录制。好，那说完了它的一些优点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当然要横向对比一下 Vlog 之王啊 DJI 的 Pocket 3。那 Pocket 3跟它的对比呢，虽然说这个机器它有 1.4英寸的大感光元件对比起 Pocket 3只有1英寸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的镜头的构造在最远端的情况之下，它只有 f4.5 的最大光圈，那就变成了即使各位呢想用这个相机最远端去拍摄一些人像啊，想拍出一些虚化的感觉呢，其实是有点困难的。那对不起 Pocket 3，它最新的那一期固件更新，让它有了一个数码的变焦的这个功能。那这两台相机的最远端的那种感觉，其实就变得不太那么明显了。那在防抖方面来说呢，那 Pocket 3呢，基本上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优于这个 V1 的。虽然说 V1 它有很优秀的一些防抖功能，但是对于行走比较快速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说打开了这个数码防抖的话，会出现一些数码抖动，就是在边缘会看到一些颤抖的感觉。但是 Pocket 3是几乎是没有这种问题存在的。那另外一点就是它的 C-Log 3，虽然说很好用，但是要发挥 C-Log 3完全的宽容度，一定要把这 ISO 保持在800。那如果说在外面啊室外阳光非常大的情况之下，你把 ISO 压低的话，那它 C-Log 3的那个宽容度将会大幅度的缩水。所以说建议呢，如果大家用 C-Log 3去拍摄的话呢，一定要把 ISO 保持在800。那两台机器的收音方面来说，都是相差的不是这么大。那当然你要说哪个更加优秀的话，我会说是 V1 更加优秀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声音的测试。现在呢，两台机器呢离我大概是应该有1米吧，1米的距离。我旁边这边呢是高速公路，很多汽车行驶，然后呢也有风在吹的，所以测试一下两台机器它的内置的收音如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声音的测试。现在呢，两台机器呢离我大概是应该有1米吧，1米的距离。我旁边这边呢是高速公路，很多汽车行驶，然后呢也有风在吹的，所以测试一下两台机器它的内置的收音如何。在这方面来说，毕竟它上面有这个毛毛的防风层，所以说在一些风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，虽然说 Pocket 3它也有这个风的降噪功能，但是毕竟它是用数码去降噪的，而且风一大了，它还是会听到那种风的那种吹的那种呼呼的那种声音。但是在这一方面来说呢，佳能 V1 的降噪呢，相对听起来呢就没有这么的数码，而且呢防风性也会更加好。但是别忘了 Pocket 3它是有无线麦克风，它是有 DJI Mic 2的。
当这个 DJI Mic 2加上去之后呢，那基本上这个声音方面呢就是完全反转了。那毕竟它可以用无线麦克风，但这台机器是用这个机内收音，机内收音就算做得再怎么优秀，对于这种无线麦克风来说，还是会有一定的劣势的。好，那最后了，那说下我自己的关于这两台机器使用之后的我一些感想。那最后的总结就是，如果各位是有一定的拍视频的经验以及功底的话，想要让自己在拍摄 vlog 在画质上面更上层楼的话呢，那选择这台 V1 呢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各位是一些初学者，甚至乎一些中阶使用者的话，我更加倾向于大家推荐这台 Pocket 3的这台机器。好，那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麻烦点赞哦。OK， 拜拜，Adios。